我从未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人生里。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助理，我人模人样，西装革履，成熟稳重。谁成想半夜睡不着，搞个资源链接，居然会发错人，还错发给了我的顶头上司总裁陆玉白。脑子里只有一个信息在回荡：死定了。案发当时的具体程序是这样的：我凌晨3点处理完公事，刚洗完澡准备睡觉，就听见群里的消息提示音响的异常的快。我点开一看，几个好友正在群里互相分享链接。我发的什么？蓝天门守门大将知律啊，来，好东西。蓝天门守门大将链接都是兄弟，别说有好东西不照顾你哦。我点开链接，网页提示有风险，打不开。问了之后才知道，这链接居然还要苹果系统才能打开，安卓系统打不开。就想着复制链接，用微信传输助手分享到苹果平板上，有时间再看。谁成想我发完了没仔细着，扭头就回 QQ 群水群了。19亿少女的白日梦，知律，再给你一个，拿去看链接。结果朋友给我发第二个链接时，我再次复制到文件传输助手时，却没看到第一个链接。我存的链接呢？静默了2秒，心头狂跳，突然就涌上了一点不太好的预感。手抖着点了返回，呼吸一滞。置顶的是文件传输助手，它的框框底下是总裁陆宇白的名字，里面正是我复制的那个链接。再看时间，凌晨3点，距离撤回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0分钟。要命的10分钟！凌晨3点01分，我盯着微信聊天框里2点49分的链接，整个人都是傻的。短短10来分钟里，我从一开始的想借口，比如伪装被盗号，陆总，我被盗号了，有人到我的号群发的消息，假装自己中病毒群发的消息，各位千万不要点开链接，有病毒。我就是点了朋友的链接中招的，或者假装不是本人。不好意思，陆总，我朋友用了我的手机，不小心错发给你了。到现在仔细想想自己该选择什么死法，最后我连后事都想好了。现在死，过不了多久就是春节，再过不久是正月15，然后是清明、鬼节、中秋，最后到了去世1周年。基本上烧的钱应该不会断，可能比我活着努力上班还能松快点。可是为什么会是我啊？为什么会看错呢？为什么头像不是绿的都没看到呢？你大半夜为什么不睡觉，要去水群？你睡着了，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？裴之律，你真该死啊！我躺在床上，欲哭无泪，仿佛已经见到了第2天20几岁就被迫退休的场景。垂死病中惊坐起，链接要苹果系统才能打开，有没有一种可能陆宇白用的是安卓机？颅内挣扎了好半天，最后还是绝望了，趴的躺倒在床上，怎么都觉得不太可能。整整1夜，我瞪着眼睛看着屋顶，一夜无眠，顶着大黑眼圈赶到公司，心跳如打鼓。只见前台的小美一见到我就眼睛一亮，声音甜美，裴秘书，总裁来的时候让我看到你上班后，叫你直接去28楼的办公室找他。我往电梯走的脚步一顿，有点想往后跑，可我是个死面瘫，心里都快哭出来了，面上依旧沉稳，没有丝毫变化。想当初我刚毕业，来全国10强的集团陆氏集团应聘，无数在我前面的高材生纷纷面色惨白的走出应聘房间，身边的应聘者都是头皮发麻，只有我因为天生自带的面瘫，鹤立鸡群。我走出办公室时腿都是软的，但因为面瘫反而使我4平8稳，势在必得。刚巧被来巡视的董事长看到，当场就对着总经理夸我，看看这个年轻人，性格老成稳重，不错不错，是个做秘书的好材料。于是刚毕业的我破例成为董事长秘书团里的其中一个秘书。后来大少爸陆宇白接手公司，董事长想给他找个稳重的秘书，就想起我了。陆宇白的脾气不好，为人霸道，
公司的事情说一不二。而我董事长送来的秘书，势必大事小情要告知董事长。一来二去，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是老陆总派来盯着陆羽白的，他能喜欢我才怪了。无声的叹了口气，想必陆总今天眼皮底下的这根钉子就能彻底拔出了。扣扣，陆总，你找我，我手里拿着昨天做好的报表。故作镇定的敲了敲门，我脚下仿佛踩了钉子似的，走到了办公桌前，弯腰把报表放在桌上，刚要直起身，陆羽白的身子前倾，伸手拽住了我的领带。陆总，我心里慌的一批，但面上不显。为了不摔倒，我的双手撑在了办公桌上。陆羽白拽着我的领带不松手，眼神带着趣味，从上而下的打量我。如果我的脸可以正常表达情绪，我现在大概已经因为羞愧死在当场了。裴秘书还真的稳重啊，做了这种事还能面色不变。我不懂陆总的意思，对，虽然我发了，但是我就是死不承认是我发的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再说了，男人看看小电影怎么了？我长这么大，为人善良，与人方便，路过老奶奶还扶她过马路，我看小电影又没罪过。裴秘书真的不懂吗？陆羽白的手原本只是拽着，然后突然用手在我的领带上环绕了一圈，将我的身子拽得更低。呼吸交错间，陆羽白突然开口，喜欢我。我一愣，我想过陆羽白骂我变态，直接让我滚蛋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脑补我喜欢他。他疯了，还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？大概是我一直面瘫，表情很少，以至于面瘫的我被他吓到的瞬间，表情太过明显。他以为戳穿了我的秘密，面上越发得意。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我还想问你，什么时候脑子有病的？可转念一想，如果他误会了，那就是不会辞退我。一个月工资2万块啊，多么重要的工资！不就是被误会喜欢男的？没关系，为了钱，我可以的。一瞬间，差点笑出声的我，在脑子里把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，总算是把比 AK 还难压下来的嘴角压了下来。我侧过头，使出了这辈子最牛批的演技。哼，难怪那么爱和老头打小报告，原来是喜欢我，吃醋怕我乱搞啊！不是，别误会，单纯是董事长说每个月单独另外给我1万块工资，董事长私人出。上次那个小明星往我的怀里扑，你还帮我挡，那是因为小明星风评不好，还跟了另一位董事，在董事长秘书给的报表里，他属于红色警戒最高等级，怕你一时眼瞎事小，股票明天咔咔咔的往下掉事大。裴之律，你清醒一点吧，我不喜欢男的，就算喜欢也要是那种腰细腿长，表情无辜，会哄人的小男生。你看看你，一脸老成，我爸都没你严肃。我低下头，躲过和他对视的时机，手微微的颤抖，一副痴心人被弑父的模样。正好有人推门而入，来送资料。我故意咬了下舌头，痛得红了眼睛，朝陆羽白点了点头。在他不敢置信的眼神中，扭头快步伤心的走出了办公室。妈的，舌头咬狠了，好痛！当天晚上，陆羽白和世家少爷约在夜场包间。我快要下班时，陆羽白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敲了敲我的桌面，语气懒散，意味不明。一会跟我去夜色？什么？我还有2分钟就下班了，我跟你去夜场干什么？我回家之后真没赚，配冰阔落，朋友下班了，还可以来一个老年悠悠车，不香吗？我要下班了，陆总。我装作受了情伤的低下头，以为陆羽白会避嫌，没想到他居然掏出手机给我转了2万。下班费，去给我开车。看了2眼手机，对不起了娘5两，为了生活。好的，陆总。到了夜色，陆羽白一进门，几个大少就举杯相迎。没一会儿，陪酒的姑娘、男孩一个赛一个漂亮的走了进来，相继落座。一摞子钱摆在玻璃桌上，其中宋氏集团的宋哲拿出2沓钱摔在桌子上。谁跳舞跳得好，
哥儿几个喜欢，就拿2万走。我的眼睛盯在那落钱上时，眼睛都红了。跳一支舞，最多半个小时，2万啊！我1个月的工资，累死累活，还要忍着假装自己暗恋陆羽白，我命苦啊！几个男孩、女孩估计想的和我一样，站在桌子旁，好不扭捏的就跳了起来。掌声雷动，气氛热烈，全世界只有我的眼睛盯着钱，1秒钟也离不开。大概是我的视线太过热烈，在屋里的其他几个人都跳过后，宋哲将视线看向了我，裴秘书感兴趣。不然也试试，我心里明镜似的，这是见陆羽白和我不对付，要收拾我呢。旁边有别的人搭腔，裴秘书可是陆叔叔的人，2万块打发人家，宋少也拿得出手。陆羽白懒散的坐在一旁的沙发里，手上玩着纯银的打火机，眼睛没有往我这里看一眼。宋哲满脸不屑，也对，裴秘书怎么能和普通人比呢？这样吧，裴秘书跳一支舞，这里剩下的还有10来万，你都拿走。屋里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我，大抵目的都是想看我出丑吧。我轻笑一声，站了起来，伸手解开西装的扣子。以为我是那种很有自尊的人吗？还折辱！我特么打工人，跳一支舞，明天不干了，10几万够吃2年的。不过想看我出丑是不可能了，毕竟我当年在大学里也是学过舞蹈的。既然各位大少这么看重我，我也不好意思推辞，几个人唇角的嘲讽更重了。而我把西服外套甩在沙发上，白衬衫的扣子扭开几颗，把黑色的衬衫固定带箍在身上，平白多了几分色气。但凡不是为了这10来万，我都绝不可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固定带，多少有些羞耻。皮鞋踩上桌面，双腿开合，修长的指尖从脸侧划过胸口，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旖旎。哼，陆羽白，想看老子出丑？我的眼神仿佛钩子一样，牢牢的盯住陆羽白。舞蹈还在继续，腰肢摆动，陆羽白的眼神却仿佛粘在了我的身上，随着音乐的律动逐渐呆滞。我操，这特么裴志律平时看起来禁欲斯文，这跳起舞来真的带劲啊！要我说，羽白他不是暗恋你吗？不行就从了吧，除了长相有点冷，关上灯也没什么的。啧啧，这腰这身材比我新找的嫩模小女友带劲。宋哲和陆羽白说着话，却没听到陆羽白的回复。一回头就看到陆羽白的打火机掉在腿上，手上还呈现着虚握的姿态，眼神落在我的身上。停下来的一瞬间，我隐约听到了宋哲说的话。运动过后，我有些口干的咬了下唇，眼角泛红，移开和他的对视。我低头去沙发拿外套。裴秘书，以后如果要另寻高就，不如考虑考虑我们宋氏，我手底下好几个娱乐公司呢，可以让你选一下。毕竟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有回应的，喜欢直男可没好下场。宋哲凑过来，贴着我，当着陆羽白的面就开始挖墙角，指尖顺着我的肩膀反复的拨弄着。宋哲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陆羽白的声音带着几分毫不遮掩的怒气，旁边的几个人似笑非笑，没有丝毫想劝的意思。哼，挖人！宋哲表面上是撵我，实际上就是刚才看了我跳舞，男女通杀的他犯贱，缠我的身子了，还说的冠冕堂皇的，就他那破娱乐公司，风气差的要死。我今天要是过去，明天就能昏迷不醒的被送到他的床上。我心里的念头想了个来回，扒拉掉宋哲不老实的爪子，眼神瞟了下陆羽白，睫毛微微垂下。宋少抬爱了，我还是适合拿陆氏的工资，毕竟我在陆氏看看人而已，还拿2份工资。要是跟了你，白天得给你处理公务，晚上还得干私事，我怕我活不到拿钱退休。而且论外表，陆羽白完胜；论为人，我打小报告这么久，陆羽白只是自己看不惯我，没有任何小动作，对我来说8个宋哲也比不过1个陆羽白。正好我暗恋陆羽白这件事，貌似本人不在意的拿出来和兄弟打去了，那我借着这个由头，光明正大的下台，不得罪人，不得罪老板，一举两得。面瘫打工人技能 get
开车送陆羽白回去的路上，我认真开车，没有说话。到了他住的公寓楼下，陆羽白望着窗外，坐在副驾驶没有动。我偷瞄了一眼，懂了。老板刚才在包间被人挖了墙角，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老板就是老板，不能开口解释。所以作为优秀的下属，我们就应该自己给老板找好台阶。陆总，我知道我的对你造成了困扰，但我保证我会努力工作，不会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，不愧是我。解释了，要是细想，你什么理由也挑不出来。后续如果事情搞到陆董那里，我还能全身而退。陆羽白看过来，我正襟危坐，不多看他一眼，将避嫌伪装到最后一秒。裴之律，陆总，嘿嘿，我知道感情这种事很难控制，尤其是我这种长相、身材、家境都是一等一的，大可不必。如果不是你误会了，而我想脱身，咱们大可不必产生这种误会。总之，你克制一下自己吧。他皱着眉，话说的磕磕巴巴，扭扭捏捏，脸上还红着。我嗯了一声，敷衍的随意点了点头。您可快走吧，我还赶着回家打游戏呢。我心里都开始着急了。陆羽白还坐在副驾驶不肯下去，也不说话，看着窗外的路灯，不知道在那里研究什么，耳根子通红。手机短信响了一下，是群里的兄弟问我到家了没。我抓耳挠腮的在心里盘算陆羽白什么时候走，可又等了5分钟，他还是没动静。好，逼我是吧？那我可就要放大招了。我一把抓住陆羽白的手，在他震惊的眼神中越过档位贴近他，做出要亲吻的姿势。可越往前，我越发紧张。陆羽白像是傻了一样一动不动的看着我，距离越来越近。我现在要是退回去，会不会显得我很怂？但是要是再往前，陆羽白不动的话，就真的亲上了。最终我心下一横，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前进你后退，那就啥事都没有。我前进你不退，那我就亲上去，反正亲的男生又没啥事，恶心的又不是我。我又往前靠了一下，却见陆羽白超出常理的往前探了一下身子，吓了我一跳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后退，却被他捞住后脑勺吻了上来。靠了，你不按常理出牌啊？你应该害怕、恶心、跑路3件套，不是吗？怎么想也不应该是亲上来吧？我特么的不干净了呀！最可恶的是，陆羽白主动亲完我，还他娘的一脸羞涩的扭过头，一副小媳妇的样子。裴之律，你怎么能亲我？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说完，他红着脸推门下了车，留下我坐在驾驶位风中凌乱。我特么的都往后退了呀，退了呀！啊呀！你自己亲上来，还搞恶人先告状这套是吧？手机又响了一下，打开一看，是陆羽白发来的微信。聊天框里是我的车在楼下久久没动的照片，还有陆羽白无奈又苦恼的语气。裴之律，你先回家吧，别在楼下等着了，我不会因为心软就答应你的，尼玛！我将手机啪的往副驾驶一丢，一脚油门下去，瞬间车就飞了出去。我真该死啊，就不应该因为面子承认暗恋这小子。陆羽白这个人的脑子纯属有那个大病。手机又响了，陆羽白又发过来一条语音，我说让你走，你就立刻走，你真的不用这么在意我的话。裴之律，你真该死啊，你为什么招惹他？第二天上班，我刚进办公室就看到陆羽白端着水站在一旁，我朝他的方向刚走了一步，就见他红着脸惊慌的退了一大步，声音有点慌张。你干什么？我一脸的莫名其妙，走到他不远处的桌子坐下。回工位处理工作啊，陆总有事情要交代。我的面色异常冷漠。昨天晚上回去后，我连游戏都没打，前思后想了半宿，终于决定就假装自己昨天被拒绝后伤透了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为工作散尽最后一份心力。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。陆羽白在前面走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跟了上去。陆羽白坐在工作椅上，我站在桌子前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
装雕塑。哎，裴之律，昨天我说的话有点重，可能伤害到你了。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意思的。陆总说的没错，是我自己，我已经决定忘记陆总，好好工作了。什么？就2天，你就决定放弃我了？本以为脱离了我这个下属的暗恋，陆宇白会高兴的轻松的假装事情过去了。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话，直接拍着桌子站了起来，眼神凌厉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眼神危险。这么快就放弃感情，可不像是真的喜欢吧？裴之律，你不会是发错了东西，怕我罚你，才搞了这种办法，想堵住我的嘴？他看我的眼神犀利，仿佛已经看破密网，猜透了我的心思。我背后一凉，陆宇白这人虽然情商不高，但智商不低。一旦他从被同性暗恋的别扭感走出来，智商上线，只怕是分分钟看破我的小计谋。要是真被看出来我是假装喜欢的，恐怕不能善了呀。怎么办？有了，我假装色诱他，他拒绝我，我再顺理成章的假装死心。我往前几步，走到了他两腿和办公桌之间，腰往桌上一靠，低着头，指尖划过他的脸，微微抬起他的下巴看我。陆总不信我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陆宇白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伸手解开西装外套放在桌子上，伸手解开领带露出锁骨。我的指尖在他的胸口摩掌了一下，我骑在了他的双腿上。亲都亲过了，陆总突然觉得我放弃的太快，是想对我负责了吗？我压低头去凑近他，呼吸声细不可闻，他咽了下口水。就在我想加大一点力度，让陆宇白受不了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发出了敲门声，随后门把手被扭动，有人马上就要进来办公室了。而我此时没穿西服外套，领口解开，还特么坐在陆宇白的腿上。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慌里慌张的起身，却被椅子腿一绊，直接推了下陆宇白的老板椅，跪在了他的椅子前面。瞬间的疼痛磕得我眼冒金星，眼角发红。进来的陈秘书突然发出尖叫声，我扭头一看，死了，我死了！陆宇白的办公桌前面是没有挡板的，而我裴之律裴秘书正衣衫不整，眼角发红，一脸难耐的跪在陆宇白的老板椅前面。我缓慢的回过头，操，更说不清了。陆宇白的西装裤鼓了个包，这他妈谁看了谁能解释得清楚啊？我是摔倒的呀，我真的是摔倒的呀！我在心里死命的哀嚎。就见陈秘书反应极快，瞬间扭头关门，一气呵成。陆总，裴秘书，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谁都不会说，我就是带进棺材里，也一个人都不会告诉的。快速的说完这些话，他又再次开门出去了，这次还给我们细心的锁了门。我跪在地上，满脑子都是，不行的话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吧，28楼而已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嗨嗨，你先起来吧，陈秘书嘴很严的，不会出去乱说的。我扶着桌子站起来，默默的整理好扣子、领带，穿上外套，满心沧桑的走出了陆宇白的办公室。下午我去茶水间泡咖啡，想提个神，一扭头就和陆宇白撞了个满怀。刚想分开，远远的就听到了陈秘书的说话声音。我下意识的就拉住陆宇白，左看右看的躲进了旁边的杂物间，将他按在墙上，伸手捂住了他的嘴。紧接着就听到了陆宇白说的嘴很严的陈秘书，语气神秘的和办公室的人分享今天的所见所闻。你们猜，我今天去陆总办公室送文件，看见啥了？看见啥了？陆总没穿上衣。有腹肌没有？我看陆总的身材很好，好想看一下呀。才不是这种小事，是天大的消息，说出来你们都不能相信。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。那我可说了，说完了你们可别到处乱传。说吧说吧，等得很着急的。嗨嗨，咱们秘书部的裴之律裴秘书知道吧？
陆董事长派他来管着我们陆总的，我知道。裴秘书会把陆总的行踪告诉陆总，陆总很是看不惯裴秘书的，死敌了属于是。那只是表面，私底下可完全不一样。陆总和裴秘书是一对儿。真的假的？他俩怎么可能？感觉都不是一个图层的人。裴秘书好看是好看，可陆总怎么看也不像是喜欢男人的人啊，还能有假？我去办公室时，看到裴秘书跪在陆总的椅子前面，衣衫不整的，估计是上头了，忘记锁门了。我靠，裴秘书看着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啊，陆总倒是看起来挺重欲的。嘿嘿嘿，你不懂，就是这种禁欲的人被情爱迷乱了，才更勾人。陆总不愧是陆总啊，果然和常人的眼光不一样。我扭过头，隐约在黑暗中和陆羽白对视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陈秘书嘴很严的吗？你怕不是没睡醒吧？陆羽白的脸色也有些尴尬。门外的人终于没声音了，大概是走了。我带着怒气转身想出去，但地方太窄，被陆羽白的鞋子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啊！脚扭了一下，让我不禁发出了些声音。为了平衡，在狭小的空间的我伸手往下扶了一下，只感觉手下一软，就听到头上的陆羽白闷哼出声。裴之律松手，手还没拿开，昏暗的杂物室突然亮了起来。门开了，嘴很严的陈秘书带着他的几个同事正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俩。陆总，你们陆羽白慌里慌张的要站好，却越忙越乱，让我看得直皱眉。往前一步，将没什么偷情经验的陆总挡在身后。我和陆总的事情，还需要一字一句的解释给你们听吗？哎呀，不用的，还不去工作？好的，裴秘书。陆总几个人推推操操的快速跑路，走到门口，被冷静下来的陆羽白开口叫住：嗨，我和裴秘书正式在一起了，不要再出去乱说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谁和你正式在一起了？喂，听我解释啊！我还想解释，陈秘书几个人的头点的如同捣蒜一般就跑了。陆总，您不用跟他们解释的，只要我带着我的面瘫脸多吓唬两句，事情就过去了。解释了倒显得我们两个心虚。哼，不解释，难道就让他们误会我们两个在杂物间偷情吗？也不至于就用得上偷情这个词吧。我的脑子乱成一片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。也不是，主要是我们并没有正式在一起。茶水间明亮的光线下，陆羽白眉眼低垂，不怒自威，深邃的眼眸将我完全笼罩在茶水间的柜台前面。裴之律，你的胆子蛮大的嘛。陆羽白脸色不变，深沉的眼里却带着探究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我暗恋他的事情，还是露馅了？陆羽白，裴之律，你是在跟我要名分吗？啊？以为露馅了，要破罐子破摔的我，和陆羽白自以为探知我心意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。陆羽白向前一步，伸腿卡在我的两腿之间，我身子不稳，下意识的伸手撑住柜台，他的指尖掐住我的下巴，漫不经心的嗤笑一声，还说已经不喜欢我了。我一说给你名分，就这么急着就开始叫我的名字了，我能说什么？我眼睁睁的看着陆羽白在我唇上蜻蜓点水的亲了下，随后侧身离去。下班之前，在全公司的人员大群里，从未开口说话的陆总先尊降贵的在群里发了一条人员处分。陈秘书的工资条最后一栏加上了一条罚款500元，他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在上面写了2个字：罚款原因。话多，之后的1个星期还算平静，直到陆羽白的一个发小回国，陆羽白又搞出了幺蛾子来找我。我窝在沙发里看剧，正看到熹贵妃回宫的高潮片段，就收到陆羽白发来的定位。想装死，不过看地址是个夜店，想到这个月的陆董的工资，咬着牙起来穿上了衣服。赶到时，陆羽白正带着酒意，颇为散漫的倚靠在沙发上，旁边一左一右坐着一男一女。宋哲坐在他的对面，也是左拥右抱的，眼睛瞄到我进来了，这次却出乎意料的没有过来纠缠我。我赶紧3步并2步的走到陆羽白的面前。
该死的，忘了宋哲这个煞星了。自从上次临江之后，三番两次的来公司找我，还给我送过2次玫瑰，吓得我偷偷跑到前台跟前台小姐姐说，只要是宋少送给我的，一律退回。要不是我是个面瘫脸，真的，我的脸估计都被吓绿了。陆总，你来了。喝醉的陆羽白看着有点乖，仰着头看我，伸手将我拉到他的旁边坐下，指着屋里的另外一个儒雅清俊的青年人道：森伯，我的发小，头几年让他老子送出国了，昨天才回来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是在跟我介绍？可这貌似跟我挨不着吧？抬眼看去，男人朝我微笑点头，自我介绍了一下：罗森伯。裴之律，我点头回应。我的手被陆羽白拢在掌心，喝醉的他身子没劲的往我身上一靠，又挥手赶了赶身旁要凑过来的2个人。你们是宋少叫的，去侍候他去，没看到我老婆来了吗？快走快走！我一脸懵的看了眼在场的所有人。谁啊？谁老婆？接着就听陆羽白抱着我的腰，声音散漫：老婆，我要回家睡觉。将陆羽白去在他的双人大床上，看着他已经睡得不省人事的样子，我感觉头更大了。陆羽白当真了，他真以为我喜欢他了，还特么的开始认真的把我介绍进他的圈子了。我说怎么这个星期陆羽白去哪里都要给我发微信，晚上有个应酬，中午给你点了外卖，明天晚上有个酒会，你不用跟着了，早点下班休息，怎么办啊？我的脑子一团乱麻，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结果早上被尿憋醒了，想下床去上厕所，却感觉腰被结实的手臂箍得紧紧的。什么鬼？鬼压床了！我试图挣脱，身后的人以为我要逃跑，直接箍得更紧了。我特么的本来就想上厕所，他还这么用力，直接给我勒清醒了。陆羽白，你松手，我要上厕所。快点！很急，身后的陆羽白前胸贴着我的后背，皮肤滚烫，额头抵在我的后颈处。裴之律，对，是我，你快松开，我要上厕所。睡迷糊的陆羽白表情萌萌的松开我。下床的时候，一只腿被他压得有些麻，走路踉踉跄跄的。等我上完厕所回来，就见他清醒的看着我的腿，表情有点奇怪。你醒了，我就先回家换衣服了，一会儿去公司要迟到了。裴之律，你今天可以休息，多休息2天也没关系。他脸色红红的盯着我的腿和屁股。刚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随后我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只是腿麻了而已。放心吧，陆少的，还不至于让我受伤。然后在他自我怀疑的眼神中潇洒离去。烦死了，你特么才需要休息。接到陆董的电话时，我是拒绝的。毕竟人家花钱雇你是让你看好他的儿子的，你倒好，看没看好不说，好好一个直男让你给掰弯了。董事长下午好。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半晌才传来陆董低沉的声音，听不出生气与否。小裴，下午来家里一趟，我心里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下午推开陆家大门的那一刻，不好的预感成真了。陆羽白的西装外套放在旁边，人跪在地砖上，上身穿着的白色衬衣此时已被鲜血浸透了。陆董坐在中式沙发上，手上还拎着带血痕的藤条。小裴，来。陆董抿了口茶，伸手随意的招呼我坐下，呼吸有些急促，似乎是刚刚剧烈运动过。董事长，你俩的事，这小子昨天回来就说了，他是什么德行我最清楚不过，所以我得把人叫过来当面问问才好。我的眼神扫向跪在地上嘶嘶哈哈的还勉强朝我露出笑容的陆羽白。傻子，大傻子，那是你亲爹，你就说句软话不行吗？董事长，您问吧，这小子是不是强迫你了？搞职场性骚扰那套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后摇了摇头。陆董稍微松了口气，又问，你以前喜欢女孩吗？被他强行掰弯了。为什么问这个？不是应该直接说你们俩都是男的，不能传宗接代？
我们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，不是应该语气强硬，搞不容转还的封建大家长那套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一直就喜欢男生。地上跪着的陆羽白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立马狗腿的仰起头，爸，你看，我就说他喜欢我。陆董抄起藤条就要往他的身上打，吓得我连忙组织语言，喜欢男生就是喜欢你啊，你也不看看你那德行。陆董恨铁不成钢。小裴，我经商这么多年，能把家业做得这么大，靠的就是脑子灵活，不迂腐。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本不该插手的，但羽白这孩子性子不安稳，我怕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时间久了你会受伤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没有说话。来了，大家长打着为你好的牌，无论做什么，最终都是拆散你们。从踏进陆家我就知道了，会是这种结果。可为什么看着陆羽白紧张的表情，浑身的伤痕，我的心还是止不住的疼，鼻子也忍不住发酸。我明白的，董事长，我会自动离职的，绝不过多纠缠陆总。我的话说完，一抬头，场面死一般的寂静。可嗨，小裴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你不用这么迅速的就放弃。我打他也不是因为他喜欢你，在商言商，我明令禁止过他，不许动身边的人，商场如战场，不能给自己的未来留下破绽。陆羽白刚才还疼得仿佛奄奄一息的模样，瞬间从地上跳起来，坐到我的身边，一把抱住我的腰。裴之律，你放弃的也太快了吧？你至少为了我争取一下。我和陆羽白四目相对时，他的眼里泛着泪光，我的心狠狠的被刺痛了。我们最开始的相识就源自一个谎言，靠欺骗得来的感情，真的能长久吗？被陆羽白牵着手离开陆家时，我的脑子里还是混乱的。小裴啊，陆羽白性子不好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单方面每个月给你加5万的工资，这样就算这小子以后欺负你，没了感情，你多少还能存点钱。你不要拒绝，我这是出于一个商人的利益考虑。我有些懵。说好的拆散我们俩呢？裴之律，我爸没有开口让我们分开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陆羽白坐在副驾驶位，低着头，半晌才吭声。我摊着脸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让他不那么失望。对不起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，声音有些哽咽，所以是真的。只是因为你发错了链接。什么喜欢我，什么暗恋我都是假的，都是借口，我没开口。他的表情更难过了。裴之律，耍我很好玩吗？记起了从最开始来陆氏工作，结就的陆羽白，温和的陆羽白，脸红的陆羽白，还有刚才跪在地上挨打也不松口的陆羽白。眼眶酸得要死，我咬住唇，生怕自己发出声音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承认自己动心了，或许是骗人的时候，骗着骗着就没忍住，又或许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动心了，但我不敢承认。你喜欢过我吗，裴之律？我哑着嗓子刚要开口，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。我下意识的扭头，不想让陆羽白看到。谁知道我的面瘫在陆羽白面前出现了太久，他根本没意识到我要哭出来，只以为我扭头是否认的意思。裴之律，你真是好样的！陆羽白下了车，气得很了，还发狠的踹了一脚我的车，泪水最终淹没了我的视线。我是个胆小鬼。小时候爸妈感情不和，我明明在卧室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听到他们的吵架声，我却不敢出去。我装作是个聋子，听不到声音，装作是个哑巴，不敢去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分开，装作自己没有任何表情，这样在他们没人要我，把我丢在奶奶家时就不会露出难过的表情。我最终年纪轻轻就学会了戴上伪装的面具。我和陆羽白不一样，他有为他撑起天的父亲，疼爱他的母亲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不敢，我害怕，我退缩。就算这份馈赠送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动心了，可我还是不敢伸手。幸福于我如空中楼阁，烟花幻影，风一吹就散开了。微信聊天框里发错的链接还停留在那里，给了我一种错觉，
好像只要我往前走一步，就真的可以把我梦寐以求的幸福抓在手里。陆羽白，你说我真的可以拥有幸福吗？一大早下定决心的我抱着玫瑰花站在了电梯门口。到了上班的楼层，远远的就见嘴很严的陈秘书正站在走廊上。路过一个同事，他就拉住那同事的手，热情的说着什么。短短几分钟里，他的身边里3层外3层的站了一圈人，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话。他们八卦的太过认真，以至于我走到了跟前，都没人发现我。你们敢信？面瘫的裴秘书居然能拿下陆总。陆总看着强势又花心的，居然就被裴秘书管得严严的，没想到居然还有妻管严的潜质。我听说啊，最开始在一起是因为裴秘书给总裁发错了链接，嘿嘿嘿，这种事陈秘书怎么会知道啊？这个时候，终于有后来的人看到我，声音发抖的叫了声裴秘书，人群如潮水般瞬间散去。陈秘书也要走，被我叫住。总之，裴秘书，是陆总要求我全天宣传你们的爱情故事的，我人都骂了。上次你不是还罚人家的款，说人家话多的吗？我既尴尬又忐忑，最终还是抱着花走到了陆羽白的办公室门口。扣扣进。我伸手摸了摸脸，烫得很。推门进去，陆羽白原本不知道在看什么，还颇有些得意，见是我进来，脸色立马冷了下来，又瞟到了我怀里的玫瑰花，唇角翘起，又勉强压下来。我原本忐忑不安的心，见到他压不住的唇角而逐渐安定。虽然我们的开始不太完美，我也不是什么身娇体软的男孩子，说话也不是甜甜的，如果我对你动心了，这次不是什么借口。陆总，能给个机会吗？原本唇角只是压不住，现在是立马靠上天。明明眼神里的欢喜藏都藏不住，可他却站起来，非要装出一副这可是你求我的模样，很可爱。陆羽白怕我反悔一样，抢过玫瑰花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。对，我喜欢你。顺着他的话，我的告白脱口而出的瞬间，我们两个都愣住了。随后，我的心中如释重负，缓缓出现一个笑容。陆羽白的眼神中带着惊艳，随后他凑过来，贴着我夸赞道：“裴之律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笑起来很好看？”没有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。陆羽白的脸瞬间红了，刚刚他还宝贝着的玫瑰被他随手放在了办公桌上。他比我高一点，往后坐在桌边，伸手拽住我绑得很好的领带，微微用力。我被往前拉了一步，我们的额头相抵，呼吸交错。裴秘书，我可以亲吻新娘了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揽住他的脖子，狠狠地亲了上去。至于谁是新娘，还说不准。公司的微信大群里，陈秘书还在兢兢业业的宣传陆总的爱情故事。陆羽白在床上抱着我，我的脸红红的，腰有些软。能不让陈秘书继续宣传了吗？害羞了，我点了点头。最后陆总大手一挥，这个月给陈秘书涨了2万，奖金出自陆总的私人小金库，理由是话多挺好。于是全公司都知道了陆总谈恋爱了，并且很喜欢别人夸他的老婆。